本节目由祝你年年好运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墩墩机享特惠。给你大侦探，安慕希 AMX 丹东草莓酸奶，原产地直采丹东草莓，减50%蔗糖，多35%蛋白质，让新年好运加倍。来，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落日镇地理封闭，森林环绕，以每年1天的极昼奇观而闻名。但在7年前 ，M200 年，落日镇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命案，至今未破。从此，落日杀手的传说便流传开来。7年后，落日镇凶案再起，作案手法竟与当年的悬案如出一辙。这一天，众人因一则网络发布的匿名聚会信息，齐聚迷雾森林山顶的日不落公馆。大家都是来参加聚会的吗？都8点了，怎么聚会还不开始啊？你好。
我可以跟你下一把吗？当然。那就。哇！入口吗？吓死我了！我肩膀够宽的。时间到了，各位，请坐。欢迎各位来到日不落公馆，我是这里的管家。受人所托，将各位聚在一起。看来大家都很关心那件事情的真相。别着急，委托人为各位准备了案卷的卷宗，你们想的真相，或许就在里面。我还为各位准备了公馆的客房。谢谢。钥匙就在袋子里。你抽一张啊？谢谢。好了，各位，现在我去山脚处理别的事情。为了防止外人闯入，离开后会锁上大门。晚点回来通知大家集合。如果你们要找我，可以打那个电话。希望大家在寻找真相的时候，不要迷了路。告辞。你也开心点儿啊。好，那我们现在回屋去看这个吧。是的。行，好，走吧。谢谢。绅士啊，谢谢。谢谢。等会儿见啊。耶！哇，快！哎呀，好大的暴风雪啊！好冷，好冷！哎，这回有救了，有救了！哎呀，哇，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哇，这个地方大到有回声啊！好宽敞啊，好快乐这个地方。活了，我们活下来了！哇！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呀，普列？这你问到点子上了。怎么说？
我对这个迷雾森林是最熟悉的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一个公馆，对呀，从来没见过。对呀，所以我刚才进来之后才会这么开心。那我要赶快摸一下这些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该不会是我们两个的幻象吧？它是真实存在的，全是真的，这不是在做梦。但是有一点点诡异，因为这么大一个建筑物，我们现在到一个人都没看到。对，要不是外面有暴风雪，我还真不敢在这里逗留。对，有人吗？请问可以借宿一下吗？我开了，开。哎，又有一扇门，有人吗？你看那边壁炉还在烧。对，这个地方很奇怪哎，明明蜡烛都在燃着，对，可是有很多好像是多年没有人碰过的痕迹。对。哎，里面还有一层。哇，这一扇扇的门，天哪！这么大个房子，4层楼。哎，这里有个门铃，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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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来了！哎呦，我拿着枪的熊大熊二，快看！光头强，戴假发。这是主人。谁？打扰了。哦，请问这是你们的公馆吗？我们是旅客。哇，你们俩好般配啊！真的吗？哇，是我的福分。他说我跟你般配。哇，你吃苦了啊！穿得像2个国度的人。啊，你好。哎，我们大门不是被锁住了吗？你们怎么进来的？什么？你是个蛤蟆是吗？哈。你怎么了？我一枪轰开的。哦，你们把锁给。因为实在没办法，哎呦！黑客帝国 ，Call me Neo。那你一定能躲子弹喽，躲子弹啊！哇，厉害！哎，哇！你们是来救援的吗？我们不，是不是来救我们的？出去。我们是来借宿的。对，借宿。现在不能出去，外面非常大的暴风雪。那请问哪个房间方便我们借宿呢？我们也是来参加聚会了，所以这些房间都是之前那个管家分给我们的，我们也不知道让你住哪一间。而且我们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命案。什么？你说什么？发生了一个命案。所以我刚才来问你是不是来救援的，是不是来救我们的？我们这里发生了命案。有命案！哇！大侦探第8季开始喽！有命案了！你们的反应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是一个狂热的侦破迷、侦探迷，所以我高兴不是因为有人去世，我高兴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找到真相，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走
走吧。在这边。你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啊，你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个公馆？对呀、从来没见过呀，太神奇了。突然凭空出来的吗？对呀、太神奇了。204、203、202、201，所以这一层有4个房间。这里还有管家是吗？对的。那他人呢？他在山下的别院。管家现在啥也不管。Hello，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这个房间。202，我们进不去。我们进不去，没有钥匙。哎呦，真的有人死在这儿了？现在也不确定死没死。门又是锁死的，门又是锁死的。来，给他，可以。你的子弹不长眼，快点。我的子弹可不长眼啊！呦呦我！哎，朋友们，你看，墙上的这个玻璃，然后地上这是那个锁扣吗？还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是打下来的这个锁芯。小心啊，大家小心啊！哦呦，流了好多血，而且你看他的眼睛被蒙住了。哎，这人我见过啊！你见过这个人？见过，咱们都见过呀。刚才就是他呀，这不是就跟你下棋那个吗？中国我呀。哦，他输了，这不是玩输了之后赌气。还没到那儿呢。还没到那儿呢。还没到哪儿？不是还没有玩到输，他不就管家就来了吗？不怪我，不是我下棋把他吓死。好，那现在开始，3、2、1，谁能够在这个屋里找到那个侦探的小本本，谁就是本期的侦探。3、2，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好，现在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什么？叫何必来？何必来？不错哦，这名字。我叫呵啊，呵。我是落日镇百年旅馆继承人。哦，怪不得。哦。我的副业，我是一名校园侦探。校园侦探。因为我本人可能看不出来，我长得有点着急，我才20岁，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哇哦！这一次呢，我和我的向导，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捕猎。我叫捕猎。果然叫捕猎啊！果然叫捕猎。我是一名全职猎人，专门打锁的。你是个锁匠，你叫专业开锁，森林开锁大师啊！我和他呢，今天是来迷雾森林里面来探险的。然后呢，我们被暴风雪所困，我们是10分钟前才到达了这个神秘的公馆。因为我和他呢全程都在一起，互相可以做一个证明。所以呢，我们就是本期的侦探。呀哦，第一位了，和侦探。现在是 M207年的1月26日。落日镇迷雾森林的日不落公馆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甄火火被发现死于日不落公馆的202房间内，他背对着门侧躺在地，双手反绑，双眼被黑布蒙住，地面上有大滩的血迹，确实好大滩。哇！初步判断因失血过多而亡。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公寓的大门是紧锁的，所以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没有逃出去。也就是说，这起命案的凶手就锁定在案发时在日不落公馆内的你们5人之中。今天第一次见面啊，我并不认识你们，带来点礼物吗？没有带礼物，那就带了一些真相。
那叫真相。哦呦，来。好，现在呢，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吹不灭。日不落。鸡鸭鱼肉还有虾，我是大专家。我来搬砖的，对，年龄39。我叫欧迪佳，我是一个流浪画家。你相信光吗？奥特曼是吧？我今年25岁。实不相瞒，我叫张摇滚。我今天为什么心情这么好？因为你们在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大张伟。哎呦喂！关键大张伟也不摇滚的，然后这才是真相，破案了。谢谢。我刚刚失业。大家看到我是可爱的容天真。你来自少儿频道对不对？一上来都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一朵花。哎，我是落日大学的医学生。我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我的名字叫魏新文。我47岁。我长得好年轻哦。那我们现在就到公馆的前厅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不在场证明，好吧？好的 ，Let's go。今天是我的侦探首秀，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当然了，耶！第8季，楚烈是我这次请的向导，同时他也是我的侦探搭档。下面呢，请各位依次介绍一下你们自己，还有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们从荣先开始。好的，你们面前看到的我是可爱的容天真，天生就很天真。哇！打针非常认真。容天真，如果看到我来问诊，千万不要紧张到升温哦。哦，求你了，就是在这一阶段就夹子就过了，好吧？过了。跟死者是什么关系呢？然后我是，哎呀，又来了，哇，好舒服啊！我是落日大学的医学生，今年20岁。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是知道他的。你的腔调呢？我是知道他的。哎呀，对。为什么说来就来？但他可能不知道我。好的呢。那下面第2位来。我的眼睛就是尺，我说几尺就几尺。我的笔杆就是枪，枪定在真相上。我就是孤身走暗巷的魏新文。孤身走暗巷，我是孤身。可以。哎，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就带音儿。你47岁，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新闻工作者，对吗？对。那你跟死者的关系是？死者是我的老板。所以你是真视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名记者。我曾经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离开了报社。因为你要孤身走暗巷。好，来下面欧迪家。英雄不问出处，买画找我速度。各位，我的家在东北，森林深处那旮瘩。我爱我的家，所以我叫欧迪家。怎么能够停滞不前？欧迪家在东北哈，流浪画家。森林深处哦。哎，那你肯定认识熊大熊二对不对？在森林的深处。熊大熊二是谁？第8季大家病又加重了。你跟死者真火火的关系是？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不认识。好，下面来大专家。我是大专家，我的职业是搬砖。我就是一个非常笨的这个大专家，是这样。我本来想给自个儿的名儿叫做笨笨，但是后来我发现自个儿不会写竹字头。你下次试着这么印起来，印2个。对，我跟死者的关系呢，认识但是不熟，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认识的呢？因为缘分，可能是就是因为什么，可能到后边再说了。明白。好，来张摇滚，
爱听摇滚，我爱装，墨镜下的我已遍体鳞伤，我就是大张伟的粉丝张摇滚。哎，大张伟，我听说我非常不错，那孩子啊。我替大张伟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哎，那能不能把你的墨镜摘了，让我看看你的遍体鳞伤？具体是怎么遍体鳞伤的？就是我看看大张伟粉丝长什么样。大张伟粉丝就是遍体鳞伤，没有什么伤吧？哎，他有异瞳哎，你有异域风情啊。哦，这只眼睛是黑的，这只眼睛是那种灰灰的。这边是人，这边是狗。哎，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哦，有异瞳。对，我的异于常人，总是被人取笑，所以我就戴上了墨镜。不用，没有人取笑你。哦，谢谢。非常帅气迷人。但是，请问你跟真火火的关系是？我可以知道或认识比较牵强，知道不熟。你知道他？那请问大家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公馆呢？还是从荣先开始，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今天是有一个聚会，然后呢，我是在一个歌手的纪念网站上，然后他的一个置顶的新闻，我对这次聚会非常感兴趣。感兴趣你就来了？是的，我也是在网站上看到这个留言。我也是追这个歌手，然后来到这儿。哦，喂，也是在网站上看到这个？对，我对这个歌手很感兴趣。我也是因为跟这首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联系，对，所以我就对这个网站上看到一个信息很感兴趣，我就来参加聚会了。这首歌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歌，对吗？落日。有谁能够稍微多讲一讲这个聚会呢？就是青年歌手的网站上，不是青年歌手，他已经离开人世，已故了，已故47年。然后呢，有一个聚会是为了纪念他，不是为了纪念他。你明白了吗？听不懂。好，那么谁第一个到的呢？我是第二个来的，而且那个我一进门的时候看见的是真火火，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呢，就在前台那个位置。哦，所以他也是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啊。我是第3个来的。你到的时候是几点钟？我不知道是几点钟，因为我的手机在路上已经动关机了。好啊，我来的时候，他们除了荣，他们都已经在了。但是在管家来之前，我在这吧台跟他下了一会儿棋。我可以跟你下一把吗？请坐。哦，对。我是最后一个来的，因为我在门口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当时是8点整，晚上8点整。然后我的手机因为太冷了，就动了关机了。那所以这么说，张你应该是在中间第4个，对，然后呢，我进来之后，一会儿管家就来了，就给我们每个人分发了一个纸袋，里面有我们各自的房门的钥匙。你们想的真相，或许就在里面。我一出门，我看了一眼外边那个钟是8点10分。对，我也看到了。哇！我来疯了，起疯了。等于8点10分你们就离开了那个娱乐室。是，对。我们中间有住2楼的人吗？我住在4楼。住2楼。202。我在3楼的靠楼梯的那个位置。他住我隔壁啊。我住在304。我在4楼。懂了。那么是谁第一个发现死者的？最开始呢，我闻见了一股味儿，然后味儿还特别大，然后熏到我了。我说魏大勋来了吗？原来不是，因为它是一股烟，然后就看到了2楼刚才那个房间，202。然后我当时就用我这肘，我说肘你。
但是因为当时呢烟更大一些，我看不清楚。当时隐隐绰绰能看见他确实也是背对着我，被反绑着，然后头上也是系着一块黑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赶紧下去摇铃儿。摇完铃之后呢，我们就都一块下来，所有人都在了，其实大家就先后都来了。我跟荣是一起的，对，我跟欧是一起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我的房间聊天。你们俩之前认识还是？我们不认识。死者的房间门口不是进不去吗？所以我们就请2个女生站在门口守着。对的。我们就楼上楼下找了一下，发现每个房间每个地方都没有其他人。明白。然后我们去那个娱乐室给管家打电话，客房其余的钥匙我都带走了，公馆内没有备用钥匙。现在暴风雪封杀，暂时没有人可以进来。目前大家只能先回自己的房间，锁好门窗，等待救援。等于你们已经被困在这儿了。对。你们只有自己房间的房卡。对，然后那个管家就说，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保护好自己，等待救援的人员来。然后你们就回到了房间。当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钟吗？然后我看到那个时钟是9点15分。对的，我也看到了，是9点15分。所以他的死亡是在8点10分到9点15之间，对吧？对。明白了。那么，再请大家告诉我，从8点10分各自回房到发现死者的这段时间里面都做了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必须要跟侦探讲。我的那个房间是很容易看到人走来走去的，离楼梯很近。对。就是说，荣的房间是必经之路，是吧？对，我在3楼的靠楼梯的那个位置，一个监控的感觉，所以你们进进出出我都能看到。对。所以在我回到房间没多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人从3楼下到了2楼，然后紧接着他又回来了，然后再紧接着又一个人下去了，又一个人下去了，然后再回来了一个，回来了一个，明白。然后又一个人下去了，回来，就分别有4个人影，有4次往返。对的。第一个是谁？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因为我们门口都有那个朦胧的玻璃，我们看不见外边啊。好，懂了。你下到2楼了吗？我没有，我只是看到人影，然后看到4个人影都回去之后呢，我很天真的嘛，然后呢我就去找到了欧，很想去找女孩子聊聊天嘛，拿了一个 DV 去拍了一段，我想记录我们女孩子见面的时刻，欧就没让我拍，然后我就进到了他的屋子，没让你拍，对，他就觉得可能不太尊重吧，然后听到了铃铛，就一起下来，看到大家都在了。好，下面到魏。回房间之后，我有一些私事，就去找了一下真火火。正在聊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一打开门，然后看见了张摇滚。我也有点私事想跟真火火聊一聊，就去敲了他的房间，然后这个时候开门的是魏新文，魏新文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真火火就对我们说，都给我滚，他说你们都给我滚，然后我跟张摇滚就回到房间了。你跟真的聊天是愉快的吗？就还行吧，也谈不上愉快。然后你只是敲了门就被轰走了？对，我就是一点也不摇滚的，就说让我滚就滚吧。你当时应该说你让我滚可以，你问过我的吉他了吗？梆梆梆开始给他弹一段，我的吉他绝对不会让我滚的。我摇滚了，我要你滚！我的吉他可不长眼。什么回事？你和张摇滚可以证明你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火火还是活着的，还活着的。对，逻辑上来讲，你跟张应该是第2波那2个人，就下去一个，再下去一个，然后上来一个，上来一个，你应该是那波。应该是，我回房之后就没有再下去了。好，下面欧。我中间去找过一次死者。其
其实我跟他们都不认识，包括死者我也不认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找他聊会天儿，还是认识一下怎么样的？但是我去敲门，没有人。没有人还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就没有声音啊！我敲门就叫没有人，然后我就说那好吧，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睡了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了。我回房间之后，荣就来了。你敲门的时候有闻到房间里面飘出来什么烟味儿，或者是？没有任何异样，只有我一个人闻见了。对，对。好的。下面来大。那么案发前，我在房间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在休息，因为休息对我来说很重要。休息好了之后呢，我去找了趟真，聊了点私事儿。他是醒的，对，成功的聊了。对，私事聊完之后，反正心情也不是说很愉悦，然后我就又回到自个儿房间，然后我就闻见烟味儿了。因为我跟荣的那个房间是挨着的，其实我跟他监控的那个感觉是基本上相似。然后呢，在期间我看见了一个人影往3楼至2楼的楼梯方向去了，然后又看见一个人影3楼到2楼的方向去了，然后是2个人影依次折返了。这个是你在找完他回来之后，还是？对，我找完回来，然后呢，我又看到了一个人影从3楼到2楼的方向去了，然后折返了。那他是第一个，欧是最后一个。现在呢，可以判断的是，中间有4个人去找过了死者，有3个人跟他见了面。见过死者的有张、大、魏。那最后一个去的欧，去敲门的时候已经没有反应了。那么发现死者到你们打完电话是9点1刻，只能确认他9点1刻就死了。我跟普我们2个进来的时间是10点20。也就是说，你们发现死者之后，要各自在房间里还等待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是这个逻辑。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公馆非常大，所以我们是集中大家一起搜证。好，然后我们再回来集中讨论，好吗？好吧，加油喽！好，加油！加油！让我们去拿探案神器吧，宝宝们。好的。这里还有一个空间，来喽！哇！欢迎大家来到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MC， 只有一个信封。安慕希探案神器规则，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欢迎各位来到全新升级的安慕希探案神器站。本季安慕希将全程陪伴，将1瓶安慕希 AMX 丹东草莓酸奶放置在前面的圆台上，即可检索点亮探案神器站。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在探案神器中隐藏着一台好运机，抽到好运机的玩家可以获得搜证加时1分钟奖励。哇，这个奖励好吧？哇，一定能搜到关键性证据！1分钟，好棒！现在请畅饮安慕希，迎接属于自己的好运吧！好嘞！你相信光吗？放在这儿来。来了！好！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太喜庆了！随便的好漂亮的手机壳啊！我是7号，我是1号，我是5号，我是2，你是几号？6号。好运机在我小普手里。有了这个好运机呢，我们小普今天可以比大家多搜1分钟。要不然你先去吧。对，那我就先去搜1分钟。好吧，让我们带着好运的安慕希一起去搜证吧。
那我们就各自去到不同的房间搜起来吧，朋友们，好不好？好的。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是比小普短1分钟的人。我比所有人都长1分钟。会不会发现密室？你看，它等于只有一条路。哦，等于你看这个楼梯是必须把一整层楼给转完。对。小普，咱俩先去安排现场。烟饼，他弄烟干嘛呢？灯油哦，一罐油灯10格，1格用30分钟。如果每个房间都有的话，它是可以代表时间线的。啊，中间这个灯油只燃了3格，1个半小时。看看，你是怎么了呢？哎呀，真火！哎呦，你是怎么了呢？哎呦，好沉呐你！这是一个刀伤吧？哎呦喂，扎的一刀深深的耶，非常深的一个刀痕，而且这应该就是在心脏的位置，对吧？头部没有伤，眼睛把它蒙上了。这有一个什么？每日一报，这是他的名片。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哎，哦，有个纹身。右手。冬日寒冷，4楼物资柜里有生活物资及御寒物品，有需要可自取，就说明它可能会有一个动线会去到4楼，是不是？110落日大桥无名女尸案的侦查卷宗，心脏处有明显的锐器伤口，伤口处有少量血迹，胸口有一张卡片，内容为歌曲《落日》的歌词。本案和2010年的落日大学花季少女双尸命案高度相似，凶手与7年前的落日凶手是否为同一个人？他们要不是跟7年前的案件有关系，就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全是女孩。这是蓉。哦，蓉的屋不错，暖和。心情是很豁达。哎，4个人的合影。他怎么还认识老外啊？这不是老外，是只是染了头发的一个男的。哦，他是那小孩儿。这边这位少女呢，一看就是他妈妈，他给撕了。还有手机呢。哎，心情是很豁达。哎，哎，我刚才手里拿着手机呢，对不对？我这儿呢，嗨，傻了，交手机就是每回我的第一个破案。哦，第一位，让我看一看，301。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真的好开心啊！谁呀？我是荣天真。你这是在干嘛？我只是随便记录。你对落日杀手有什么想法？把这个东西关掉，有什么事我们进来聊。翻倍货是我们大侦探每年都要做的。哦，有证据，小兔子。
一个兔子被囚禁起来了。我们再忍一忍，我们就会自由的。M198年，哦，他们家人以前被囚禁起来了，所以他刚才老抱着一兔子，那兔子是有隐喻的效果。床单底下有什么？安慕希后边有什么？大沙发，人体解剖。这姑娘这么狠呀，玩哥特的。1秒钟让陌生人敞开心扉，这得多烦人！陌生人敞开心扉聊好久，不想听，什么都没有啊！看看书中间有什么？哦，有个纸条，死亡证明贺报道。哎呀，贺报道已经死了，是没毛病给诊断的。2000年落日镇，贺报道是谁啊？贺报道。哎，又看见了，知名学府落日大学桃色丑闻。贺平凡也是哦，贺平凡他叫那个人叫什么？哦，贺平凡，贺报道。1月8号，这是卖瓜王性侵门，落日大学又报凶杀案，然后那个女士是洛大贺平凡。他们家哦，他其实不是，他是贺家的人。黑腹蒙眼，心脏被利器刺穿。那我就搜一下302。哇，好大的烟味儿啊！怪不得这烟味儿都被他熏完了。哎，线索，他为什么把这个团了呀？拍一下吧。哦，有本事出来啊，杀人犯！不出来我就拉你家检查。请假条。你好，我是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太美丽的家长。你和那些欺负我的人没什么两样，根本不懂。家长，大专家哦，他是太美丽的爸爸。看看这个柜子有什么呢？柜子里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张纸条。家规：每天8点之前必须回家，必须穿长裤，不准打耳洞、染发。落日大学 ，OK。还有什么呢？存钱罐。刑满释放证明书，因过失杀人罪，3月30号判了3年。杀人犯，他是不是替他报仇来着？天哪，没有人。403。哇，好暖和这里。这是魏的房间，油灯箱跟我一样，30分钟下一格。哦，这是他的档案袋，这跟我的是一样的。
去洛大调查，搜集素材，好频繁，深度采访。所以当年是他采访的姐姐吗？魏新文先生，公司决定对您予以辞退。真视传媒集团 M03年3月1号，30年河东，30年河西，您也有今天。304。哎，他的卷宗去哪了？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了。歌手纪念册。我也是因为网站上看到一个信息很感兴趣，我就来参加聚会了。哇，这么多东西！落日镇儿童福利院收养协议，龚长章啊，他是福利院去收养的。龚长章同学连续3年荣获落日大学会计师知识大奖赛1等奖。啊，1等奖，我还让你们失望了，1等奖还失望啊？那要怎样？释放证明书？与真火火发生斗殴事件啊？龚，这也是龚。他喜欢听歌，最爱听的歌是《落日》。他喜欢好平凡。我去搜欧402。2个干枯的虫子，如果不主动，就会被捕食。卖瓜王的报道：洛大性侵门女生惨死，双尸命案背后藏恐怖动机。你的梦做得比你想的还要美。当梦境与现实产生一致时，到底该如何判断？诊断证明，经初步判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我们每个人都发给了我们档案袋，看看他的档案袋里有什么东西。这是那歌词儿：落日镜头，目光是白昼的灰烬，暗色遮掩着罪恶。凶手与7年前的落日杀手是否为同一个人？容认为不是。哦，看看有没有内容。就是这个，就是那张啊，刚好拼得上。你看，是的，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哦，这是个 U 盘。天台视频。你到底抱着什么心？你和特优秀一样的不堪。工程章。哎，这是什么呢？太美丽最爱的安慕希口味是，这是什么？连连看啊！哦，这有个盒子，一个数字的，一个字母的。对哈密瓜，菠萝对菠萝，草莓对草莓。那这个是草莓，这个也是草莓。哦，那就草莓味儿的呗。丹东草莓。好，这上面写着12道工艺减50%蔗糖，12跟50。哦。开了。亲爱的大专家，你好，我是太美丽的好朋友郝平凡。我想你不理解，他可能是他的遗憾之一。哥哥错了，哥哥真的懂了。哦，他是他的哥哥。哦。P.S. 这是他最爱喝的安慕希 AMX 丹东草莓酸奶。他告诉我，这里面添加了原产地直采的丹东草莓果肉，减50%的蔗糖，黄金配比才会这么好喝。不是特优秀，那是谁？他发现这不是特优秀干的。他发现了我很多秘密，没劲，我的事儿跟你差不多，是吗？都是家里人的事儿。家里那点事儿是吧？哇，你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我东西特别多，因为我就是这种抠老囤货。你为什么看到这个玩意儿这么生气啊？就把它团了？因为我脾气大呀，我脾气很大。对，我知道你脾气大，我脾气特别大，要我能搬砖呢。倒计时开始。10。物资柜在哪儿呢？哦，这边，在那边是吗？8、7。毛毯共计10条。6、5、4、3、7条，有3个人来拿了它。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获得6号好运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1分钟。这是个电梯。这是个电梯啊3楼的是在。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我谱。现在我们先理一下人物关系。这个案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我们只有收到一个关系，就是新闻，他们应该算是雇佣的关系，对不对？前雇主。那个龚成章，他暗恋郝平凡。1月20号和1月25号，落日大学连续发现2起在校女大学生的遇害事件，受害者为大2的学生太美丽和郝平凡，现场均留下了落日歌词卡片，此案至今未破。所以呢，这里面有3个案件，我们写到这边，一个是 M200年1月20号，
是太美丽。1月25号是好平凡。双尸案，对不对？对双尸。对。今年1月10号，桥洞底下的那个无名女尸。今天1月26号，真火火。没了，没了哈，没了。那行，请我们的嫌疑人上。因为这次的这个公馆特别大，然后时间非常的短暂。我和我谱呢在里面翻翻腾腾的弄了半天之后，还觉得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只剩1分钟了。但是呢，在真的房间呢，还是有一些陈年旧事被翻起。而这个故事里面呢，涉及到了另外的5个人。下集的嘉宾。下一季。那么我们首先有请欧来为我们阐述，欢迎我第一个。你家在东北耶，我来了。我去看的是你，我的房间。他叫什么？张摇滚。但是弓长张是谁呀？本名弓长张 ，AKA 弓长张。在落日镇的儿童福利院有一个收养协议，收养人是龚会计，收养人母亲叫常会计，被收养的人无名，被收养之后改名为龚长张。你是孤儿被收养？我是个孤儿，对，然后在你的床上有一个，戴了个眼罩，就海盗一样的一个玩偶，在那个玩偶的小包里面有一个纸条，写的是我没有避风港，长大的代价就是学会坚强。下面一个小熊在打气。因为我是个孤儿，然后另外我10岁那年患上了异瞳症。所以你的异瞳症无疑是雪上加霜，让你本来就有一些自卑的心情，然后又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对，就导致很多的小朋友们把我孤立起来了，就是说我。所以后来你喜欢大张伟了吗？他带给你阳光。对，就是对他治疗了我的伤口，跟我一样，跟我一样这句话说的好小声，大可以说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啊，跟我喜好一样啊。然后发现他有一个画册。画的同样一个女孩子，然后上面都写了一个公字，这里写的她认真学习的样子真好看。今天郝平凡又在喝他最爱的安慕希 AMX 丹东草莓酸奶，那么美好的他爱喝的酸奶也一定很好喝吧。这个女孩叫郝平凡，对吧？是，她是我在会计学院的学妹。这是你喜欢的女孩吗？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被敌视、被孤立的状态。郝平凡就是第一个接近我、直视我的眼睛，就是愿意跟我去交流的人。刚刚来的那个管家不是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个卷宗吗？卷宗里就1月10号落日大桥无名女尸案的侦查的卷宗，这个。你为什么给它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了？就是我很生气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卷宗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就把它给揉了。哪儿呢？谁说你了？哦，胸口，死者胸口有一张卡片，你是那个张是吗？你叫张卡片。你的名字叫张卡片。3个名字，张卡片。一个故事没出来，3名了。张卡片是你吗？它里面有这么一个：本案凶手与7年前的落日杀手是否为同一人？然后有一个隔3差5报，就是这个卖瓜网写的这篇报道。洛大少女双尸案独家揭秘，凶手竟然是他。
在感情里得不到就毁掉的人有多可怕。在他的这个电脑里有一个视频，给大家听一下。天台上，太美丽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将她的照片传播出去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我特意查看了学校电脑机房的登录记录，在那个时间点，跟太美丽使用过同一台电脑的人就是你。所以这视频里这个人是我。质问你的人是谁啊？郝平凡。郝平凡。就是太美丽的私照被泄露了，郝平凡查到了先后 IP 上过同一台电脑的就是龚长章，于是约他出来，问他我好姐妹的私照是不是你泄露的？当时的事情是这样，有一些针对郝平凡的网暴，我就是在贴吧上怒喷，我说楼主说的不对，然后跟我持同一立场的人还有一个太美丽。在力撑在力撑这个郝平凡，然后后面的一节计算机课上，我无意中就是太美丽等于刚走，我就看到了他用过的那个电脑，然后实际上我也没有看他的任何内容，我就退出了。但是在这件事不久之后，太美丽遭遇了不好的事儿，于是郝平凡就来问我说：“你们俩用过同一台电脑，是不是你干的？”我说一下，这个视频是被恶意剪辑过的，因为这个视频是《格兰日报》7年前发布的，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引导，所以我当时是重大嫌疑人，然后我是被警察调查过的。所以在这个半截的录像里面，这个事情如果被拿来用的话，非常像是你跟郝平凡一语不合就把他杀了，这就变成你的所谓的是嫌疑人的这个原因。对。然后视频还有无话可说了，是不是？学校论坛里说你总跟踪我，你到底抱着什么心思？你和特优秀一样的不堪。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视频。其实我本来就是一直暗恋他嘛，我想跟他表白的，但是在那天那样的情绪下，我就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了，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然后有一张释放证明书，龚长章20岁的时候与真火火发生斗殴事件，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拘留10日。所以你是跟他就斗殴打过架是吗？他就是去报仇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真视传媒集团旗下有不少的传媒机构，而这个隔三差五报就是真火火的真视集团旗下的一张报纸。对，是因为我出来之后气不过，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造谣诬陷嘛？我就把他打了一顿嘛，打了一顿之后我被拘留10日，这才有案底嘛。这是真实的案底了。你为什么知道当年剪辑这个视频和害你的人是真呢？就是因为是他的报纸发的，对吗？好，然后龚长章同学有一个这个荣誉证书，连续3年获得落日大学会计师知识大奖赛的1等奖，但是他在下面还写着：“哎，我让你们失望了。”你都1等奖了，还让谁失望了？让我父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在大3发生的嘛。就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很优秀的会计，所以他们其实对我的要求很高，然后也很严厉，但没有不好的地方啊。就是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完了之后，就被学校吊销了我的学籍。真的要所有东西都要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不然的话，你本来有理，你本来有理，你最后就真的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打架斗殴，他肯定还是会有制裁的。对呀。我能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一个会计吗？他这个梦已经就前功尽弃。我明白大老师的意思，就是他不太有机会做会计了。然后还有一个，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的日记本里面有2篇日记，第一篇是2000年的，好像所有的事情从那天起都开始烂到了极致，好像深陷淤泥之中，挣扎不断，眼睁睁看着所有的美好离我远去。雨不会一直下的，可我能等到那个暖乎乎的夏日吗？我当年大3被学校吊销了我的学籍之后，我就在我们这个落日城是分西区和东区的，对吧？对。然后东区是一个老城区，就是很破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地方一直苟延残喘。这5年期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网友看了那篇报道之后，他会绕过司法去用他们的想法来审判你，就是在法律或者在警察已经确定我不是凶手之后，可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影响，所以长达5年的时间吧，我一直在遭受着网络暴力，还有现实中的往我租的房子门口泼油漆啊，等等等，然后给我寄恐吓信啊，什么什么，就一直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还有一些是一个卖火柴的小星星给你留的很多字条。卖火柴的小星星，都是一些鼓励你的话。然后还有一张呢，是你跟他有在同一张纸上面有对话的。你在说谢谢这位唯一鼓励我的陌生人。我最近在听一些喜欢的音乐，看一些喜欢的漫画。那个卖火柴的小星星在问他说：“你对双尸案凶手在死者身上留下落日的歌词这点事儿你怎么看啊？”他说：“你说的这个落日歌词我不知道。”后来你就写了一句：“好久没有等到你的回信了，你最近好吗？”就没有再有过联络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卖火柴的小星星，这个就是一个神秘的笔友，也是助我走出黑暗的人。大概在5年前，我在一堆的恐吓信中，突然就发现了有几封这个信封上面画着一个灯泡，就是很阳光那种，就是让人觉得一看就想打开看看，然后打开看看就发现他是唯一一个写信鼓励我的人。这5年，他给了我很多生活下去的勇气。但是你画了他的画像之后，突然这个人就消失了，就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回信了。5年前，他突然聊到一个话题，他就问说：“那个落日的歌词，你是这首歌你了解吗？”然后我就说：“你要问我反手一个 nice， 我能给你背下来。”哎呦，不是，我太仗义了，对，然后我说：“你这个落日我实在是不熟。”我觉得可能就是这首歌，他也许因为在这儿得不到什么答案，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跟他周旋了。还有一个意外事故的赔偿协议书，甲方是张摇滚，乙方是一家唱片店，甲方向乙方赔偿2万元。你因为发生打砸事件给人家赔了钱，是不是？就是因为5年前我受到了卖火柴的小星星的鼓励之后，我的心态就健康了很多嘛，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一个工作，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听摇滚，我就找了一个唱片店，他们也比较接受我，然后我就在这个唱片店工作了一段时间，这2年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打砸事件呢，就是因为最近的那个案子跟报道。就是10号发生了一起桥洞底下的无名女尸案，然后8天之后音响店给砸了。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报道里面，就是暗示跟7年前是一样，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嘛，所以就是7年前我就是被网暴的对象，可能又翻出来了。对，有人又过来报复他了，就是那些网民过来把店给砸了。哎呦！因为是我导致店被砸了，所以我就你自己愿意赔的。对，就是因为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唱片店上班，然后又一个接纳我的环境又毁了。哎呀，然后还有一个
你的这个日记本里面，今年写的是没有人会知道我一个人的这些日子有多难熬，是多么的无助与崩溃。我体会过那种躺在木板床上，戴着耳机，用嘴咬住被子，眼泪划过鼻梁，流进另一只眼睛，再流到枕上，染湿头发，鼻塞到窒息。哇，这一段好像那种 QQ 签名啊。是那种悲伤到极致，还是葬爱家族，对，葬爱的签名那种感觉。哇，这一套好难啊！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在想，如果躺在木板上，眼泪怎么划过？侧着，你侧着，就这个留这儿，然后这儿再出来，就是玩通那流水器。我讨厌现在的自己一无所有，满身疲惫，就连未来2个字都不敢轻易提出口。所以呢，这个有可能会形成他的一个杀机，因为这是多少年前栽赃诬陷他的罪魁祸首。就我肯定是跟他有仇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想揍他的也不止我一个吧。没有，所以我们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现在瞥得越清，我待会儿进去越挂你们，我们知道吗？是不是？藏得越深的故事。然后发现了他的作案凶器是一个刀，在他的旅行包上。有血迹吗？没有，在他的房间里。对。你想，因为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收到了神秘的邀请，就是为了今天防身，因为今天这个整个局组的很诡异。这一张大家看到的同一个公知顺序，就是这个落日歌手的纪念贴吧里懂的都懂的人发的这条邀请。想知道真相吗？1月26日晚上8点，日不落公馆见。日不落公馆地址：迷雾森林山顶。有一张配图是一个黑色的丝带，就特别像死者眼睛上绑的那个丝带。就只给了这个讯号，就只给了这个，也没有提歌词的事儿，没有任何都没有。那你们为什么能够联想到这件事呢？哦，因为这个歌手是唱这首歌的人是吗？对，因为他是在这个落日歌手的这个纪念贴吧里面发的，反正跟落日这首歌有很多关联吧，应该。最后，在他的床上有一张我们公知的日不落公馆专属的物资。这个毛毯是在4楼的一个公共区域，每个人都可以去领的。你拿了一个是吗？对。还有谁拿了这个毛毯？我也拿了，我拿了毛毯。你看仨人，我们仨都拿了。一共现在剩7个，等于有3个人拿了。好啦，那就是谢谢。以上弓长张的发现。下面一个要分享的是我们到了，我去的是荣的房间。哦吼！首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哎，6个字足够恐怖，人体解剖手册。哇哦！然而更恐怖的事情是后边，1秒钟让陌生人敞开心扉。就是说，他可以1秒钟让别人敞开心扉，可以解剖。哇，这个人好恐怖！真就是过来说，咱俩敞开心扉聊聊嘛。说你不敞，我跟你敞。所以你会读心术跟解剖。我是医学生，可能我会对解剖啊是了解的。那你解剖的时候需要把人的眼睛蒙上吗？你想多了。然后接着呢，荣天真呢是跟我妹妹一个学校的。你妹妹？妹妹是
我妹妹就是怎么还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怎么还在自己故事？想知道我妹妹是谁的朋友们，请马上充会员啊，才能够知道我的。他是哪个学校的？落日大学。落日大学医学院。然后呢，我们看见一张照片，是4个人的合影，他给撕了。这个小女孩是他小时候感觉。这边这位少女呢，一看就是她妈妈。然后跟了一个外国人啊，不是外国人，不是外国人，只是因为头发黄是吧？嗯，这俩人是您的谁啊？从出生开始我就对爸爸没有任何概念，一直跟妈妈一起生活，然后欠了很多债，就东躲西藏的。到8岁的时候呢，妈妈就带着我嫁给了一个叫郝暴躁的男人啊。死亡证明贺暴躁是谁啊？贺平凡也是贺家的人。哦，郝暴躁呢，他有一个女儿叫郝平凡。好平凡啊！对，这张照片不是我撕的，是郝暴躁撕的。因为在她嫁给我继父1年之后，妈妈突然有一天坐上一辆豪车，然后跟我说：“你以后就跟继父好好生活吧。”妈妈走了，然后妈妈就走了。不是应该带你走吗？对，她没有，她就把我留在了继父家。所以她就非常生气，就把这张合影撕了。那你继父是从那个时候才改名叫郝暴躁的，还是之前就叫郝暴躁？你的继父不会是一张动图而已吧？继父。然后有一个欠款，哎呦，果然是条给撕了，今儿不是没有北京口音，然后今欠，郝暴躁。该欠款定于某年的6月1号前全部归还，如有违约，每天按欠款的金额的%多少，然后支付违约金。荣天真摁了手印，是在 M196年的6月1号。你才多大呀？9岁。就是妈妈走了以后，继父呢就把所有的仇恨都压在我身上，就跟我说：“那你妈妈欠下的就要你来还。”所以他就让我写了一个没有金额、没有时间的欠条，终身欠条。对，从此以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然后呢，一个照片是一个小兔子跟大兔子在犄角躲着，然后有一个小兔子在笼子里头，有另外一只小兔子舔舐自个儿的伤口。因为之前呢，我都是跟姐姐住在一个房间的，所以你能看到是2个小兔子啊，是姐姐会来保护我。但是之后呢，然后继父就把我关在了一个衣柜里面，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只能在那个衣柜里面，然后我的吃饭就像动物一样的就给我扔过来。因为太恨他妈妈了。对，太恨了，一个恶魔的头像。哦，这是个恶魔的头像。对。这不是蝙蝠侠吗？哪儿呢？哦，还真是，这是你爸呀！恶魔就是代表的是继父。哦，小朋友没画得太好，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 Rock and Roll 的手势，是这样。来，都给侦探啊，看图说话吧。对。都是恶魔，然后2个小兔子，然后他打我，对，在阴影。对，阴影。还有一张是姐姐跟他说：“我们忍一忍会自由的。”就是我就跟姐姐说：“我活不下去了，能不能救救我？”姐姐就跟我说：“等考上大学，我们就可以离开就好了。”所以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就是我抓到了一束光，姐姐就是我的光。但是你姐姐这光也不长，因为她自个儿写了一个绝笔。这段就是很凄凉的，就是因为她被欺负了。她说她自己不记得这几天洗了多少次澡，她现在觉得自个儿很脏，因为别人侵犯了她。但是呢，最不是人的是她爸。他把他这一切揭开伤疤告诉他最亲的人的时候，他爸还骂他。他跟他爸说：“爸，你骂我，觉得我羞耻，而这一切是我的错吗？”接着他说：“我承认我软弱，我没有勇气
站出来指证那个侵犯我的人。我用最后的勇气向最亲的人揭开了这段伤疤。下一句最狠，没想到换来的只有指责跟谩骂。我找不到继续面对这个世界的理由，找不到应生下去的意义，路好像还有很长，天也不会亮了，就让我结束这一切吧。1998年的时候，姐姐就考上大学了，她就自己拿着行李，就跟妈妈当年离开我一样的，然后就走了。我还是在那个地狱般的生活里面生活，直到2000年的时候，1月3号，姐姐回来就哭着说，她被一个叫特优秀给侵犯了。然后他就跟爸爸说：“我再也不要去学校了。”可是爸爸还骂他，说你丢人啊！爸爸说：“是不是你喝上头水？是不是你勾引人家了？否则他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他并没有站在女儿的角度来体贴女儿，他反而说：“我花了那么多钱供养你上学，你是家里唯一的门面，你不可以不去上学，你必须得给我去。”好混蛋哦！是有一类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女生受到侵犯一定是女生裙子穿得太短啊，或者女生行为不检点啊。但是那是他爸爸也这么想啊，因为他遭遇的事情让他在后面整个人已经失控了。就算是他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相信好暴躁也不会对自己的亲女儿好到哪里去。对。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看见姐姐跑出去了，我就到她的卧室去看，就看到了这封遗书。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说，遗书，那姐姐是不是想不开就自杀了？可是第2天早上姐姐回来了，她就背着书包就要回学校。然后爸爸说：“你去哪？”她说：“我听你的，我回学校上学。”然后姐姐就走了。反正那一夜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觉得很生气了。现在还有更生气的，我们已经说被侵犯了嘛，然后呢，有一个报道啊，说是仙人跳了，是这个女孩故意的。对，因为特优秀呢是学生会会长，郝平凡这个报道居然写是特优秀的众多追求者之一。报道的那编辑叫小瓜啊，然后他说他不得不怀疑，像特优秀这样的天之骄子，有必要对郝平凡这种普通平凡的小透明女生进行性侵犯吗？是否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仙人跳事件呢？想利用舆论来迫使对方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是倒打一耙，反而是这样的。这报纸是隔3差5吗？隔3差5报。是个隔3差5报，用来擦屁股都难受啊，对不对？这是什么？然后呢，最后他又发现了这个，落日大学又报了凶杀案。今晨，落日大学附近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经有关部门确定是这个洛大学生郝平凡，死状呢与本月20号的死者太美丽是相同的。这2起案件，小瓜推断凶手的目的就是要。他居然写的是惩罚行为不检点的女孩。什么？你能相信吗？就是为凶手找借口。对，他们在替他们洗白，说我把人性侵了，给人弄死了，说因为拿这个在惩罚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女孩。所以这时候呢，他已经那个气到不行了，上面写的是我一定要找到什么。你是不是漏了什么？漏了？哪儿？我看看身上哪有眼儿啊？我哪儿漏了？哎，大老师，你里面是个背带裤，这么可爱吗？是的，背带里头又是一毛衣，毛衣里头还是保暖内衣，体寒了。刚才实在太气了，必须用可爱的你转移一下心情。是，因为这个真的是气死了。1月3号不是姐姐回来说了她的遭遇嘛，然后1月4号她就回学校了。但是在1月8号的时候呢，隔3差5报就报了一篇，所谓的仙人跳的这个东西，继父看到了就非常生气。但是在1月25号的《每日一报》又爆出一篇什么呢？姐姐接受了一个专访。专访里面就说怎么侵犯她的一些细节呀，是什么，她都说出来了。直指特优秀。对。1月26号，突然我跟继父接到了电话，说让我们去认尸。一看确实是姐姐，双手被绑住，
然后眼睛上戴了一个黑丝带，一把刀心脏直捅。当时呢就告诉我们说，可能是跟前几天的有一个叫太美丽的女孩是一样的一个状况，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每一个尸体都有一张落日的歌词，对，应该是同一句落日的歌词。好，明白了。但是后边说发生了一件事儿，郝报道死了。1月26号的时候，急性心肌梗塞引发猝死。对，就是当时他看见尸体吧，一下子心脏就不舒服了。哦。回到家，他立马就看到了你刚才说的《隔三差五报》卖瓜王的那个报道。哦，给气，一下子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我就解脱了。然后呢，他写了一些这个凶手的侧写，就是死状这些，他凶手的侧写，给您看啊，他自个儿写了一些观察，是25到40岁，啊、对，但是问号啊，有类似屠宰、牧场或野外生活经验的人，然后头号嫌疑人龚长章，落日大学会计专业学生，喜欢暗黑漫画，听音乐，永远低头走路。准备好了吗？警长，警长，黑猫警长，你们知道黑猫警长叫什么吗？不知道，叫什么？叫喵，他叫咪咪。啊？真的叫咪咪吗？好 Q 吧？一个警长叫咪咪。然后你看这张会吓一跳，这是我们以前他的样子，龚长章的样子。哎，人物关系啊也写了，就是他们家这俩，后边有一个是落日大学的校园的论坛，吃瓜群众说经会计专业的龚长章是变态、偷窥狂、跟踪、贺频繁，底下是一般跟帖的。贺频繁，讲了一晚上，突然变贺频繁了。我穿毛背心被热的好吗？好的。毛背心太热了。热出来，现在已经说的好频繁，好频繁。急了，他急了。好频繁。然后呢，底下有一堆那个跟帖都是骂街的，但是他自个儿写了一个不是他3个点儿啊，就是这样啊。你是小星，就是你是小星星啊？你是小星星吗？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没有比谁更像他那样在乎落日那首歌了。那个卖火柴的小星星在问他说：“最近你对双尸案的这个凶手在死者身上留下落日的歌词这点事儿你怎么看啊？”而且刚才我听到小星星这个，我就马上看了一眼他的眼神在闪烁。后期老师帮我回放一下当时若有所思的眼神。还有一些是一个卖火柴的小星星给你留的很多字条。哦，我给了你一个回答。对。哇。继父死了之后呢，我就进了福利院。我其实对杀死姐姐的那个人，我很想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也改变了我的生活，然后突然有一次在福利院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宰杀牲口，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也是把牲口的眼睛蒙上，把他的手捆住，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跟杀死姐姐的那个状况很像，也是一刀捅进心脏，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个凶手他要不也是一个屠夫，对，要不就是有野外生存，反正就是跟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哦，森林里，刚才谁说谁在森林里什么来的那个？我在森林里。啊。后来不是有个卖瓜王就爆出来线索说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就用姐姐的 ID 登录了落日大学的论坛，然后我就把名字改成了卖火柴的小星星。哦，你改了名字。所以我就得到了你的地址，所以我就给你写信。其实我写信给你，我只是想确认你是不是那个杀死姐姐的凶手。包括我又问了他歌词，我就是在套你的各种线索，看你对那个有没有反应。但是最终我觉得你不是。那我能问你为什么当时选一个小灯泡吗？个人审美。也不是，因为我觉得
光虽然是抓不住的，但是我希望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盏微弱的光。所以我其实也要谢谢这个卖火柴的小星星。虽然他只是把我列为嫌疑人的一个套话，但你可能不知道，也不关注在之后了。但是在那之后，我确实人生被我们通信的这5年改变了。你们俩现在开始真情告白了是吗？哎，因为如果不是信封上有个小灯泡，他不会注意到这封信，他可能很多信都不会打开。我明白，那个时候是一个善意的暗示，因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灯泡。对，我们永远说追赶太阳，可是他们是看不到太阳的人，所以灯泡反而可以取代心里的那个光。这个是一个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在传递温暖。深层次了，我好吧。啊，这个不是卡式，能保吧，听热了，我这个不是。你可以脱了哦。一会儿就看大老师光着膀子在这里说，越脱越。不重要了，都没有了，因为他最后已经说过了。每个人的信封的背面都有一句话，上面写着“本案与7年前的落日杀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不是，他已经断定了。不是，为什么断定的？大家都知道有一段《落日》的那首歌曲的歌词，但是因为我是受害人的家属，警察是给我看到了那个歌词，跟我们今天收到的那个卷宗里面写的那个歌词是不一样的。郝平凡身上的那个歌词不是这个。对，姐姐当时的歌词是不服的独行应该被审判，不同的自我活该被嘲讽，苦痛的过往只能全部埋葬。那会不会就是他每次选的歌词儿不一样？不是，我觉得你听这个歌词，它的寓意啊，落日是尽头，目光是白昼的灰烬，暗色掩饰罪恶，这个感觉它没有那么多恶意，可是普通的过往应该会被埋葬，这个是对一个平凡人的一种嘲讽。所以我比较相信他的判断，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模仿。而且我觉得这次的桥洞案的那个凶手，其实他可能会知道说留了一段歌词，但是具体是哪几句他不知道。明白。好的，那么迎接下面我发现的最炸的一个点来了，还有啊，这个点比弓长张的发型，比你的身世都要炸。来。得让警长咪咪来看一下啊！你怎么一直管我叫警长啊？来了，朋友们，哎，这个是前面都是非常正常的啊，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真的好开心啊！来了这么多人，他去聚会了。我要用 DV 记录下这特别的一天，他会不会出现在我身边呢？好，这个他是谁啊？他会不会出现在我身边？我现在要上楼去找欧迪加聊聊落日杀手。最炸的还没到呢啊！各位来了啊，我这都不重要，马上就要到了。我去找了欧啊。不是，不重要，你都不知道自个儿拍到了什么。这是今天你拍的呀？对啊。可不，等会儿这还没到呢，看他的背后，这里就是日不落公馆的4楼。这个公馆真的好大呀。然后走得巨快，看见了吗？他会在哪里呢？什么东西啊？那个时针，哎呦，我鸡皮疙瘩起来！那个后面的时针在飞快地转，现在根本不是10点20。我们现在所有的时间线是乱的。我的妈呀！你只在自拍，你没看见后边一个那个时钟是。啊 ？OK， 是的，你好棒啊 ！Yes。甩出了一个暖宝宝，说出了一个热点。哎，对，反正就这意思，一个热点已经。朋友们，我们现在唯一准确的时间线是他的手机还有一丝信号的时候，8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是那个油灯啊。所以真实时间是什么？他在干嘛？凶手在干嘛？他调时间是为了干什么？我一身鸡皮疙瘩。哇哦！可以。哎，等一下，说到这儿，
我在看到9点1刻之后，我不是回到房间了吗？之后我确实又看到一个人影。哎，我9点15之后，忽然间看到了一个人影儿，是3楼往2楼在走的。对，3楼往2楼的房间。那咱俩看见的是一个。不服的独行应该被审判，不同的自我活该被嘲讽，苦难的过往只能全部埋葬。落日镇本月第3起凶杀案。哎，我都把他撞死了，为什么这人还在杀人啊？我的家人被杀了，他杀死了我的妹妹，我的儿子也被杀害。发现尸体时，狼群正在吞噬。这局是你布的吗 ？No No No， 这一切都是他的圈套，这是代价。他将计就计，模仿、玄学、替罪羊、致敬。我们获取了受害者视角。那一天我还是被杀了。难吃！哎，他是谁啊？你们想借我杀人？又有人死在这儿了。哦，那是一个他来不及复原的装置。啊！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东西，别害怕，你们快来！怎么啦？怎么啦？怎么了？怎么了？哇，好可怕！当时母女案的那个被害者是我。你有怎么活的呀？本节目由祝你年年好运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好运安慕希，年年在一起。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本节目由百变大侦探 APP 赞助播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a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